月8号，娱乐圈知名狗仔董呱呱在个人账号上再爆娱乐圈八卦，称某位非常红的3字男演员跟一位圈内女演员在一起过。按照董呱呱的说法，这个男艺人个人方面人气非常高，名字是3个字，并且多才多艺，不光能唱能跳，甚至还能演戏，算是娱乐圈顶级流量明星里面非常优秀的存在。而这个女明星同样名字是3个字，年纪非常年轻，职业是演员，并且有过一部非常爆的电视剧。男顶流和女演员因为一起拍戏，从而产生了感情，经历了一段男女故事。尽管没有公布，可两人的关系已经是非常亲密的状态了。用狗仔自己的话说，男顶流和女演员的情况就是露水姻缘。我印象中，露水姻缘这个词不算什么好话，多半指的是男女不正常的关系，算是撩异性后短暂的结合又分开的感情。狗仔用这个词形容两个大明星，从侧面也说明了这两个明星的口碑在娱乐圈里不算太好，起码在狗仔心目中不算什么特别正能量的偶像。在爆料的最后，狗仔说了一件两人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原来狗仔的一个朋友与两个明星中的女明星合作拍摄东西，而这个女明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现场一个工作人员非常崇拜那个顶级流量男明星，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女明星就特别炫耀，有意无意的秀恩爱，比如对着工作人员说他一会儿来接我，这事情让狗仔有些好笑。从董呱呱的爆料里，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女明星的人气和咖位肯定是不如男明星的，哪怕女方有过爆剧作品，但从爆料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3字男流量的影响力。对于这两个明星的身份，评论区里有网友在猜测，一开始有人说是白鹿和张凌赫，毕竟有狗仔爆料过这两人有过恋情，但这两人根本架不住推敲，因为白鹿的名字是2个字，而狗仔说的女明星是3个字。后面还有人猜测是张艺兴和袁冰妍，还说在直播的时候就有人猜到了。我其实是没看到直播的，但仔细翻了翻，是有网友全程都看了董呱呱直播的。原来在直播中，狗仔说了很多关于这两个明星的事情，比如说男明星多期发展，说了女明星因为一些事情没办法拍戏了，还说了这两个明星合作的电视剧里演的都不是角色，而是男二和女二。还别说，张艺兴idol出道的确是多栖艺人，也能演戏，长相也很帅气，上综艺也很有梗，属于全能型艺人。31岁的袁冰妍在2020年的时候凭借《琉璃》这部古装玄幻剧大火，但其实此时已经是袁冰妍入圈第8年了。袁冰妍之前演过《叶问》、像《幸福出发》、《末代皇帝传奇》等剧，不太火，直到2016年出演《老九门》才有名气。2018年出演《江夜》，2020年出演《琉璃》才出圈了。后来因为偷税漏税，暂时销声匿迹了，很久没有露面了。袁冰妍的成长经历的确和娱记透露的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袁冰妍和张艺兴的确在《老九门》中饰演搭档，张艺兴剧中为袁冰妍画眉，还上热搜了，这一点和娱记的爆料完全吻合。另外，两人之前的秀恩爱细节也被扒出。首先是520这种特殊的日子，张艺兴和袁冰妍在同一时间发文。张艺兴晒为什么520是表白日，那521呢？配图是一张比心的照片。袁冰妍则晒出2张自拍照，配文是周末快乐啊，周末。另外，高考的时候，两人的发文都和烧烤有关联。其中，袁冰妍发文晒自己老爸给自己做的夜宵图片，图中袁冰妍爸爸在忙着烤串。张艺兴的发文是祝考生高考顺利，配图是自己手持烤串的照片。再比如，张艺兴在韩国集训的时候，袁冰妍也恰好出现在韩国，不仅被扒出同款眼镜，还有同款对着天空拍手指的照片。更巧合的是，就连深夜的感慨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人恋爱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了。不过张艺兴后来辟谣称没有恋爱，是女方贴着炒作，这段没有官宣的恋情也无疾而终了。从娱记的透露来看，两人是露水情缘，怎么可能大费周章的承认恋情？只能说圈内这种事太常见了，谁还没几个前任呢？猛地一听，他俩似乎很符合狗仔的爆料，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张艺兴和袁冰妍似乎没什么交集，平时没听过有关系，荧幕上也没一起合作过，甚至连综艺都没一起上过，和狗仔爆料的因戏生情差距还是很大的。
而且在我看来，张艺兴不算是特别红的流量艺人，一个能让女明星都炫耀的存在，最少也是蔡徐坤、王一博这样的顶级流量明星吧。当然，无论这个男明星是谁，这个女明星是谁，其实都不重要。事情毕竟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对于见惯了出轨、劈腿和剧组夫妻的娱乐圈来说，露水姻缘都算是很纯洁的关系了，不算什么负面八卦。只要没什么新孩子，这个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说起来，张艺兴这2天也是风波不断。首先是一位喜欢了张艺兴6年的女粉丝，现如今选择脱粉回踩，整整列举了10条罪状，可以说是条条扎心。张艺兴的这一迟迟不愿意跟 CK 解约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惹怒粉丝最大的一个根源。人民日报点名了 CK， 代言 CK 的林允选择了解约。其实观众都知道解约会赔钱，但是很多时候观众觉得钱没有国家的尊严重要，而张艺兴一直以来的人设都是爱国、五好、四美、三热爱的人设，结果到了真正的爱国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张艺兴的沉默成了铁粉脱粉最直接的原因。其实娱乐圈中最怕的就是这种喜欢了很多年的粉丝公开的脱粉回踩。因为当初的喜欢，所以这位喜欢了张艺兴6年的粉丝几乎知道张艺兴所有的事情，所以列举起来罪状可以说是信手拈来。观众看完都觉得写得很好，意犹未尽。但是对于张艺兴来说，就是条条扎心。对于张艺兴，这位粉丝表示，自己这些年就是粉了一个垃圾，从团粉到伪粉，再到现如今的朝阳粉，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都是一件件小事情堆积起来的。到了现如今，对于 CK 的态度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位曾经的张艺兴的粉丝列举的10条罪状中，让观众觉得比较骚的一个操作，其实是张艺兴在香港的演唱会。本来如果不取消，8月17号就是张艺兴在香港的演唱会了。其实香港开始不平和已经差不多1个月了，但是真正取消演唱会是在演唱会开始之前的4天。其实想想也知道会给粉丝带来多大的不便。在开演唱会的地点变得不那么平和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取消演唱会，而是给粉丝买保险。这样不在乎粉丝生命安全的偶像，真的爱不起。国家面前无偶像，在现如今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刘雯做的真的很好。在明明知道解约要赔偿1.6亿巨额赔偿金的情况下，依旧选择解约，还公开认错，表示是自己接下合作的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导致这种状况，以后会注意。对于张艺兴，其实也高低立显。一个能够喜欢张艺兴6年的女粉丝，最后变成脱粉回踩，这中间其实应该经历了很巨大的一个心路变化。张艺兴的爱国人设可以说崩得一点都不剩了，脱粉回踩的现象最近应该还会有很多，10条罪状可以说真的很扎心了。不过观众看到这种张艺兴6年女粉丝脱粉回踩的小论文，却觉得写得真好。然后是他的维权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本以为这起诉只是一般针对黑粉的行为，殊不知这是同一整个公司的搏斗的案件。了解这件事的应该知道，这还是8年前的一个案件，明星都是如此，何况普通人。看来维权确实是个漫长的过程，8年的等待，8年的煎熬，最后还来一份清白，一个结局。好在最终胜诉，迎来了不错的结局。据了解，原告张艺兴称19楼公司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在各种公开场合以确定的口吻发布关于自己的一些不实言论，并广为传播，对自己造成很恶劣的影响，因而对原告造成了毁谤，侵犯了其名誉权。而19楼公司公然狡辩，称申诉时间已经过了有效期，并不耻地说，作为公众人物，应该相对普通人有更大的容忍度和承受能力，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而大动干戈。同时称，文章留言传播有限，影响较小，对原告的伤害不大，不应该受到惩处。看到这里，不由得让人火大，这是什么歪理邪说？这样的理由怎么能令大众信服？辗转8年，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原因是审理时间中断，并不能算作审理时期已过。同时认为19楼公司发布的不实文章对原告张艺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构成了名誉权的侵害。
最终以19楼公司公开向张艺兴先生道歉，并支付5500的赔偿金结束。虽然最后赔偿的金额不多，但这代表着维权的艰难胜利。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行事，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并对损害我们个人权利的事积极斗争。公众明星维权都需要长达8年的时间，何况我们普通人，可见维权之事是何等艰难。好在这8年维权的时间基本没有影响到张艺兴的事业。这8年，张艺兴一路高歌猛进，顺风顺水，在他强大的业务能力下，依然稳步成长，保持着红的仕途，要不然早就像其他小鲜肉一样甩到18线开外了。从2015年以极限挑战常驻嘉宾火遍全网，人们在荧幕外看着这一个满脸阳光迷人的小酒窝的新面孔，到开始进军演艺圈全面开花。